小宇宙的华人玩家，各位好，我是聂俊。今天是2021年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期，在佳节之前，我想呈现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就知道玩游戏。在去年底微配展会我做分享的时候说过，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花一些精力去挖掘和实践游戏在社会上更加实在的实用价值。很快就让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好朋友熊托尼老师，他一直在举办纸上游戏工坊这个活动，主旨是用纸笔、卡片、筹码等等现实的道具去还原游戏开发的理念设计，让参与者更能够理解游戏开发的体验本质，有点类似于不插电的 Game Jam。那虽然这些纸上游戏和电子游戏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其设计理念的根本却是一样的。那几年下来，他们这个活动累积了很多只用道具就能实现的有趣的游戏。在机缘巧合下，熊托尼老师有机会把这些纸上游戏带到一个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里，去给那些有轻度认知障碍的长辈们玩我们年轻人设计出来的游戏，并尝试探讨这种方式是否能够帮助长辈们锻炼脑力，以对抗认知障碍症。得知这个活动之后呢，我自告奋勇的跑去了上海，把全程记录了下来，并对几位老师做了采访。在这次活动里，我并没有过多的参与和筹备，我不想把它当成一个节目一样来安排，我只是在一旁记录。一起来看看我记录到的内容吧。大家好，我是简爱公益发展中心的汤斌。在我们听脑激活中心里面，我们都是在服务社区的一些早期认知症倾向的或者有一些风险的一些长辈。在这个岁末年初，我们跟那个独立之光还有我们的这个游戏界的这些伙伴一起，特别美妙的这样这个下午，我们叫返老还童这样子一个游园会的形式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们认为的说，游戏是可能好像是小孩子或者年轻人更在意玩的实际对我们的长辈来讲，他们对于游戏既陌生又熟悉。我是殷浩，我呢是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游戏行业了。从17年开始呢，我是正式的就是在学习教育这个领域当中去运用游戏化的方式。那我们在上海多媒体行业协会的支持下面，我们成立了中国的第一家游戏化的官方组织，就是游戏化专业委员会。那么我们希望把游戏化这件事情能够更好的为人所知，把游戏化推广到更多的领域，让大家真正见识到游戏的积极的一面，看到游戏有价值的这一部分。可能大家对认知症还比较陌生我们讲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老年痴呆那我们一直把痴呆症前面加了一个定义，老年痴呆，所以好像印象当中就是跟我们的长辈有关。实际上面认知症我们现在用友好的称呼来定义这个痴呆，我们叫认知症那么认知症其实是一个综合疾病的一个统称，它包括了很多的疾病的类型，像阿尔兹海默病，这几年大家可能相对来说关注的比较多一点的。那么还有像一些像血管性引起的，像血管性痴呆，随着临床的数据的这个推进我们发现低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年轻的伙伴可能因为有中风有脑梗出现了血管性的这些疾病之后，那导致了这样认知症的这个症状那么这是第二类型。还有一些像帕金森、运动障碍的这些，其实都是认知症的类型，大概有4大类，100多种疾病。
全宇宙的独立游戏玩家大家好，独立游戏开发者大家好，我是熊托尼啊。我在独立之光呢，实际上是行业内的一家专注于扶植好的独立游戏人这样的一个机构吧。那我呢是从2016年开始就在国内很多的城市做过一个叫职场游戏工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希望能够没有任何门槛的情况下让所有对游戏开发和设计有兴趣的人能够很快的通过一个方法论，我们称之为以体验为导向来设计游戏并迭代的这样一个方法论呢，来找到自己的方向。那次的活动中，实际上我们认识一位叫易峰的小伙伴，他正好呢是简爱公益这边的一个志愿者。之后呢，他就跟我提到过这件事情。当时他的想法是，他说我这边实际上是在一个以老年人关爱老年人，而且是主动预防老年人认知障碍的这么一个机构，看有没有可能说做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活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跟我们认知相关的很多的这个概念，包括像这个注意力啊、平衡能力啊、逻辑啊、判断能力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融入在这个游戏当中的。原来可能会有一些枯燥的，或者有一些临床内容的，在这个游戏当中可能就变得更轻松了更活泼了。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年轻的伙伴，大家拥有的这些专业的技能吧其实是可以在我们社区里面跟长辈一起有很好的互动的，也可以帮助到长辈能够更好的去降低脑健康的一些风险今天到这边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就觉得非常感动。咱们这群可爱的老人，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说他们那个非常投入的参与到各个活动当中去，然后那个表现出了那种我觉得就是类似像童真的这种感觉，其实是更加可贵的。这些叔叔阿姨然后他们那种高强度的脑力对抗，对吧？这个也是我没想到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让我进一步的确认了，就是说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在做的游戏化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把幅度变大一点好吗？上面劳工穴。职场游戏工坊其实我们到现在也办了有大概40多届了。里面出现了一些很不错的，上手很容易，同时呢可玩性很高，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同时又能够动脑的这样的一些游戏，那我可能就不妨就先选一些这样的游戏过来尝试一下。我都很惊讶能看到，就有很多老人其实手也不抖心理素质还很好，哪怕是年轻人都需要很精准的操作的时候，他们能够做得特别的好，可以说是跟我们的游戏能力是不相上下的。那我们简爱公益发展中心呢，是成立在2013年是在上海成立的一家民办非企业，就是我们讲的社会组织。那我们在成立这个机构最核心的一个使命，就是来帮助这个40加以上的人群能够更早的、更好的来降低认知衰退或者认知症的风险。那么在我们简爱是在目前现在在上海，我们有自己服务的这个街道。那在全国各地呢，其实在我们社区里面，其实有很多为老服务的场景。像北京我们叫驿站类似这样的一些地方，就是给老年人提供一个白天去处的，8点多钟来这里，然后到下午3、4点钟就回去。那么一天老年人在这些活动场景当中，他们其实是有需要更多的活动内容来填充的，其实就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游戏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年轻的伙伴，我们在各个城市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的长辈是可以度过一个游戏的时间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很好的来帮助到他们去降低更多的认知症的风险，或者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是希望借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看到游戏设计本身的魅力。不管是我们要这个游戏去做什么事情，不管是娱乐也好，还是说我们是要去干预老人的认知障碍能够去预防，或者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康复，或者是企业培训，首先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要设计出来一款品质足够优秀的游戏。有了这样的能力以后，其他的一些条件，其他的一些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才可能有一个载体，一个具体的形式得以实现。最后以一位哲学家的话来做一个结尾吧。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完全的人。
类似这种用游戏去帮助长辈锻炼脑力的活动，全国其实并不多，大多慰老服务中心都只提供了棋牌、麻将这些。但其实老人们和我们年轻人是一样的，都会对老游戏厌倦，失去兴趣。年轻人打麻将或许还有金钱博弈作为刺激，老人家们少了这份动力，就对传统棋牌更提不起劲了。在他们的世界，游戏的概念是很固定的，要么就是小时候体力充沛时玩的跳花绳、丢手绢等等，要么就是成年后的传统棋牌。长辈们并不知道，在我们的世界，游戏已经发展成运用高科技并不断推陈出新、不断改进玩法的东西。长辈们也不知道，原来他们也很需要这些游戏。这次的活动并没有医学检测记录，类似的活动呢也并不多。我们没有数据能够表明玩这些游戏真的能对认知障碍有多大的帮助。这个课题仍然需要更多专业机构来协助研究。但正如几位老师所说的，我们从中看到了闪光点。我在记录的过程中有2个感触：一是原来长辈们有着远比我们以为的强得多的游戏能力，他们的理解、总结、反馈和操作能力让人惊讶。有几位老人玩叠高高游戏，甚至多次叠出了连年轻人都很难做到的高度。多次我以为就要倒塌了，结果都能更稳定的再叠一层。而另一个感触就是好久没有看见长辈们如此可爱的笑容。这跟长辈看着孙辈欣慰的笑容不一样，这跟长辈面对家庭成熟的笑容不一样，这跟长辈回望人生豁达的笑容也不一样。这是小孩子第一次玩到新鲜的游戏时，完全发自童真，只为自己而笑的笑容。光是这一点，就算没有数据支撑也值了。春节期间试试看，带着我们的长辈玩玩游戏吧。我是建俊 ，Gameker 与你同在，祝各位新春佳节能够露出最真的笑容。